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师傅。现在是1月25号的早上5点，对，凌晨5点。那昨天呢，其实就是我的生日，1月24号。那生日嘛，依照惯例，你刚好在我的生日上面插蜡烛，然后呢，心里应该许下3个愿望。但是就在我准备吹熄蜡烛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停了下来。我看那个跳动的火苗啊，脑子里冒出了一个问题：我们到底为什么庆祝生日？是因为我们又老了1岁吗？是因为我们要成功存活365天吗？还是说这背后有更深层的意义啊？各位，现在睡不着，早上起来跟大家讲这个。今天我想借着我生日的这个机会，把这些思考分享给你们。我们来聊聊生日的本质，聊聊为什么人类需要仪式感，以及这一天对我们的生命的真正意义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历史。其实人类并不是一开始就庆祝生日的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生日其实是跟恐惧有关。古希腊人相信，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位精灵守护着我们，而生日那天是灵魂最脆弱的时候，恶灵比较容易入侵，所以亲朋好友必须聚在一起，围绕在寿星的身旁，给予祝福，制造热闹的声音。其实是为了把恶灵吓跑，就是为什么生日派对要很吵闹的起源。那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要有蛋糕和蜡烛呢？这要追溯到古希腊的月亮女神阿提米斯。人们在圆形的蜂蜜蛋糕上插蜡烛，是为了模仿月亮的光辉。当我们把蜡烛吹熄，那缕升起的烟被视为是我们的愿望带给神明的信差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觉得很温馨的环节，其实最早源自于人类对未知的敬畏，源自于我们寻求庇护的心理。这让我想到，我们现在过生日，是不是潜意识里面也在对抗某种恐惧呢？对抗变老的恐惧，对抗时间流逝的恐惧，或者是对抗孤独的恐惧。抛开历史不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生日满足了人类一个最核心的需求，那就是被看见。在这个世界上有70亿，将近80亿的人口，每天都有无数人出生，也有无数人离开。在这宏大的宇宙时间轴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渺小的是一粒尘埃。大部分的日子里，我们都为了生活在奔波。我们的公司的员工是父母的孩子，是路上的行人，我们扮演着各种功能性的角色，很容易就忘了自己是谁。但是生日这一天不一样，生日这一天世间似乎暂停了1秒，所有聚光灯都打在了你的身上，你的手机会收到祝福，你的朋友会为你空出时间，这一切都在传递一个讯息，那就是你的存在本身是有价值的，不是因为你工作有多好，也不是因为你赚了多少钱，也是因为你出生了，仅仅是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被庆祝。这是一件强大的心理确认，它来告诉我们，你没有被遗忘，你与这个世界是有连结的。对于像我们这样有时会感到孤单的人来说，生日其实是一种温柔的提醒，它提醒我是被爱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时间，生日时间的刻度。如果生日是时间的刻度，如果没有生日，时间可能只是一条无限延伸的河流，我们在里面随波逐流，不知自己飘到了哪里。生日就像是一个河岸边的里程碑，它强迫我们停下来，回头看看过去1年，看看自己走了多远。每过一次生日，我们都会意识到自己又老了1岁。这听起来有点感伤，甚至有些人会因此有生日焦虑症，不想面对年龄的数字。但我这2年有了一些新的体悟我觉得变好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变老。有些人永远停在18岁，有些人来不及看见30年的风景。所以能过生日，能感觉到膝盖有多疼痛，能感觉到眼角多了一条细纹，这其实是命运给我们的礼物，它代表我们存活了下来，我们经历了风雨火寒，我们还站在这里。所以生日不应该是衰老的叹息，而应该是对生命的生存生命的胜利欢呼。它是我们与时间达成和解的一天，我们接受过去的遗憾，
也接受未来的不可预测，然后对着镜子的自己说辛苦了，谢谢你坚持到了今天。再来，我想说生日礼物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长大之后我们在意的不再是礼物的价格，而是礼物背后的心意。为什么需要互相送礼物？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的交换，也是情感的载体。当朋友为了挑选礼物而烦恼，当家人为了煮一顿饭而忙碌，这些行为的本身比礼物昂贵的多啊！这让我想起，其实我们的生命是由一段又一段的关系组成的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。我的生日其实也就是我母亲的受难日，也是我父母身份转变的纪念日啊！所以今天我不只想要庆祝我自己，更想为那些让我成为了人。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，如果没有朋友的陪伴，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跳楼啊！不对，所以我在想，以后过生日，我们不妨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式，不只是接受祝福，也主动去感谢身边的人啊！打个电话给妈妈说声谢谢你生下了我，抱抱身边的伴侣，也说声谢谢你容忍我的坏脾气，把生日从一个索取的日子变成一个感恩的日子，这样或许我们会感到更快乐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想特别对一群人说话，那就是不喜欢过生日的人。我知道有些人会选择生日这天关掉社群软体躲起来，不告诉任何人，也是因为曾经受过伤，也是因为害怕没有人记得失落感。我又或者只是单纯觉得尴尬。那我想跟你们说啊，这完全没有关系，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快乐，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在这一天表现得很嗨。如果生日让你感到压力，那你就把它当作普通的一天来过，这也是你的权利。那我希望你知道，即使没有蛋糕，即使没有派对，即使没有热闹的祝福，你的出生依然是这个宇宙发生过最美好的事情，你自己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这就是我对于生日的一些思考。我现在这些蛋糕可能还没有吃完，冰在冰箱里面，我要回去吃了。我想把这3个愿望送给正在看影片的你，无论你是今天生日还是刚好路过，我希望你能学会拥抱自己的脆弱，希望你能看见自己的价值，希望你在忙碌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。也谢谢你们听我唠叨啊，谢谢你们陪我过生日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一点点启发，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几点了？5:08。好了，我要去吃饭了，去吃早餐了，拜拜。